贱婢，向我大清先祖们请罪去吧！大胆，竟敢拦阻皇太后御驾！奴才军机张京顺贵，有紧急要事，启奏圣母皇太后。哼，既为朝廷命官，你可知道犯避惊驾，该当何罪？春儿，哎，銮驾怎么停下了？回老佛爷的话，前头有人拦驾，说有紧急要事禀奏。大胆顺贵！若你再不这么大胆子，快走！是谁拦的驾呀？听着像是军机张京顺贵。不安分的东西，一点规矩都没有。快走，走，快走！你们凭什么拦我？哎呀，前头好像闹起来了，老佛爷。惊扰圣驾可是死罪。春儿，哎，你带他过来。这耽误了大事，你们担待得起吗？走，少废话，快走！太后有令，传军机张京顺贵。去吧。谢大人。奴才顺贵叩见圣母皇太后。顺贵，你可知罪吗？奴才知罪，但事态严重，奴才逼不得已，只能冒死拦驾，将这天下第一要事禀奏皇太后。哼，危言耸听，有什么事儿能当得天下第一要紧事？请皇太后亲阅奴才的奏折，便知分晓。我已经还政于皇帝，无论你有什么天下第一要紧事，都跟皇帝说去。看在皇帝的面子上，我恕你拦驾无罪。这会儿你什么都别说了，跪安吧。奴才敢用人头担保，奏折所言绝对是皇太后毕生悬念之要事。万期皇太后亲阅奏折，便知奴才一片耿耿忠心。你说什么？敢用人头担保？是，奴才敢用人头担保。倘若奴才言过其实，愿领死罪。我倒要看看是什么要紧事儿，让你如此胆大包天。顺贵，你可记住了你的担保。你要是自个儿找死，那就怨不得我了。奴才不敢犯上，欺老佛爷耳目。呈上来。这。蓝璧篡国，祸乱三朝，波浪一击，以敬天下。把他给我拿下！贱婢，向我大清先祖们请罪去吧！老佛爷！老佛爷，老佛爷！皇太后，皇太后，奴才前来救驾。皇太后，你的意思是，谋害师傅的是荣禄，并非是皇太后的意思。荣禄所图，绝非岳父一人性命。他是打算借此机会，掀起正朝，坏了皇上的亲政啊！
可朕还是无法相信。倘若没有皇太后的授意，荣禄怎敢自作主张？难道他就不怕皇太后怪罪于他？皇太后的脾气，荣禄摸得比皇上还清楚。再这样，万岁爷，万岁爷！嚷什么？还有没有规矩了？内务府传话，老佛爷在去元途中遇刺了。什么？备轿！这。万岁爷吉祥。朕要见皇额娘，皇额娘怎么样了？跟万岁爷回话，老佛爷刚吃了太医开的安神药，睡下了。可是朕要见皇额娘，安德尼。万岁爷请放心，老佛爷没有受伤，就是吃了场惊吓。莫非皇额娘不愿见朕？依奴才看，皇上见不见老佛爷是次要的，查明凶手的身份和背后的主使，才是要紧的。李安达，请转禀皇额娘，就说朕一定要将这件事情查清楚，请皇额娘放心。这。老佛爷念了快1个时辰了，该累了，歇会儿吧。我心里只有一个疑问：为什么观世音菩萨还是沉默着不肯回答我呢？从前我娘说，观世音菩萨是闻声救苦，世上苦人这么多，说不定人家菩萨正忙着呢。慢点。哎，老佛爷，老佛爷，我没事儿。你娘也相信观世音菩萨吗？她还说了什么？我娘说，观世音菩萨无私无求，大慈大悲，给予众生安乐，拔除众生的痛苦，就好像母亲对孩子的心情一样。那是我这个母亲做得不够好，我对我的孩子不够无私无求，也不够大慈大悲，所以我的孩子恨我。不会的，老佛爷，打死奴才都不相信，这世上怎么可能会有怀恨母亲的孩子呢？春儿啊，我明白你对母亲的孝心，不过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可要老实的回答我。倘若你不是自己心甘情愿净的身，
是你娘为了过好日子逼迫你去敬的神，这样的母亲，难道你也不会恨她？这就更不可能了。别说我娘，满世上去找也找不出这样的娘。是不是？他想要的媳妇儿我不给，他想要的权利我不肯让。作为一个男人，一个皇帝，是不是他觉得我这个额娘为了我自己，逼着他去净了身，逼着他成了一个无用的男人和无奈的皇帝？难道这一切都是我自己造成的？老佛爷，奴才不明白。别叫我老佛爷，我是凡人，不是佛菩萨。是皇太后。我做不到对每个人都大慈大悲，我做不到彻彻底底的无私无求。可凡人谁不如此？我罪不至死啊，更罪不至于让我的儿子非杀我不可呀！这对我太不公平了，太不公平了！老佛爷息怒，老佛爷息怒，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不会是万岁爷，不会是万岁爷。你以为我愿意认为是他吗？荣禄跟我说过，皇帝和杨喜珍那帮维新派想要设计谋害我，正因为这样，他才会先下手为强，杀了杨喜珍。我说什么也不相信他的话，还把他痛骂了一顿，恨他离间我们母子。谁知道，话音犹在，我就差点进了鬼门关。我再不愿意相信荣禄，也不得不相信他了呀。春儿，过来。瞧我这记性，都忘了你有伤在身。还让你陪着我不得休息，伤还疼吗？不疼了。可是看老佛爷伤心，又疼了。春儿啊，你不要哭了。你是个天心善良的孩子，人心的欲望你不会懂。人心的黑暗你也不会懂，你的心纯白洁净，就像观世音菩萨坐下的莲花，却被种在这污浊的皇宫里。倘若我死了，一定要带着你一块儿走，不能留你独自在这世上。你会死得比我更惨。不管天上地下，我都愿意伺候老佛爷。这皇宫里啊，永远是这样的，不会变。有情有义，哪里比得上有权有力？你恐怕是我这辈子遇见的唯一例外。春儿，擦干眼泪，别哭了。或许我是活得太久了。我曾经是大清朝的顶梁柱，
但如今已经成了我儿子的绊脚石了。或许我是应该死了。皇上，皇额娘不见我，为什么皇额娘不肯见我？谁呀？哎呀，来了来了！呀，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来，快进来。大哥在家吗？大哥不在。你可来了！哎呦，哎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我受了点轻伤。啊，哥，你受伤了？呀，你快坐，慢点慢点啊。你是怎么伤的？是不是挨老佛爷打了？没有。那是怎么伤的呀？你练功摔的？不是。哎呀，到底是怎么伤的？你快说呀！啊！前2天有人行刺老佛爷，这事儿你知道吗？我知道呀，全城都嚷嚷开了，说是用炸弹炸的。你就是被炸弹炸的，是不是？嗯。你快给我看看，伤在哪儿了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我养几天就好了啊。真没事儿啊？嗯。哎呀，你吓死我了！哎，那行刺的是什么人啊？你不知道？我不知道啊。大哥回来也没说。他那天去打听了，说你没事儿，随太后回宫了，没说别的呀。他也没说行刺的人是谁。他怎么会知道？他一定知道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因为行刺的人是顺贵。啊，不可能！你净瞎说！顺大哥他怎么会？我没有瞎说，我当时就在那儿，我是亲眼看见的。我不信，那天顺大哥他来家里还是好好的呀，怎么会？他最近来家里了，什么时候？是哪天来着？哦，初9。对，没错，是初9。那天我还查黄历来着。怎么了，哥？初9，就是他行刺老佛爷的前1天。夫人，夫人，怎么样了？朝中都在猜测顺贵刺杀老佛爷是皇上出的主意。皇上？胡说八道。这顺贵也真是的，情况还没有搞清楚就那么冲动，现在可好？这仇算是越结越深了。那怎么办呢？这是我趁乱时起的，虽然只剩下几个字迹，但好歹是顺贵的亲笔。
少爷，慢点儿。少爷，哎呀，老金，你别管我。春儿，春儿，春儿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真的没事吧？啊，等你半天了，就问你一个问题。怎么这么严肃啊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什么为什么？回答我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我都不知道你在问什么。我做什么了？不要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，这样会让我更心寒。我做什么让你心寒了？啊？好，我让你看看。春儿，你这是顺柜炸的吧？你别碰我！哎呀，哎呀！对，这就是你们做的好事。我明白了，你以为顺贵去刺杀太后是我的主意？你敢说你不知道？初九晚上顺贵来这儿，不是和你商议吗？顺贵积怨已久，而你又要为岳父报仇，这样就有了顺贵出师的行动。这一切还不清楚吗？春儿，这一切我都不知道啊。他跟你那么好，他能不告诉你？你说什么呢？哥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呢？灵儿，你春儿哥哥以为顺贵去刺杀太后是我指使的？哥，你别乱说！大哥他怎么会？没你什么事儿，别瞎掺和。怎么没我的事儿？你们都是我的哥哥，我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们这样呢？你们都是我的亲人呢！亲人？你问问他，在策划谋杀的时候，有没有想到还有我这个亲人在场？有没有想过我可能会死，可能会像顺贵那样被炸成碎片？哥，你别误会，如果大哥他知道……我误会大哥？你凭什么替他开脱？你又知道他多少？你这个傻丫头，你这样死心塌地地跟着他，处处向着护着他，你问问他，他心里有你吗？春儿，春儿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现在外面已经够乱的了，你还回家来添乱？你说我添乱？这一切的乱局都是你造成的。你答应过我什么？说过不伤害他。没想到你竟然对他下这样的毒手。他就是你的太后老佛爷吧？我看你是完全被他的手段给蛊惑了。你还知不知道你自己到底是谁？你还知不知道谁才是你的亲人？你可以说我被他蛊惑，但是我的理儿没错。再怎么说他都是个老人，你答应过我的，你说过不会伤害他。哥，如果大哥答应过你的话，他绝对不会反悔的。顺贵已经死了，死无对证的当然不会承认。还有你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如果你再这样，以后别叫我哥。春儿，你混蛋！哥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你松开！别打了！微笑，微笑，你们在干什么？
嫂子，青云，嫂子，青云，你醒醒啊！嫂子，青云，夫人。亲爸爸，都是儿子无能，让亲爸爸这么大年纪还吃了惊吓，都是儿子不好，儿子罪该万死。春儿，扶你万岁爷起来。是。皇上，皇帝，你不需要这样。我活到了这把年纪，大风大浪见多了。有人想谋害我，这也不是头一回遇见了，我也不会大惊小怪了。你也要泰山崩而不改色，端出你做皇帝的威仪来才是啊！皇额娘说的对，儿子受教了。起来。谢皇额娘。坐吧。皇额娘，暗杀之人已经初步查明，是军机张京、顺贵。这个我知道。那是谁在幕后指使啊？哦，目前还没有查出来，但有可能是他一时糊涂。顺贵嘛，是咱们八旗子弟，而且是一甲二民榜眼。他深受重用，前途大好。朝廷哪里对不起他了？我又哪里对不起他了？一时糊涂，这糊涂的也未免太离谱了。要说没有谁指使他，真叫人不敢相信。顺贵正直敢言，一直是宫中亲王最赏识的人，儿臣也并未发现他曾有不臣之心。或许什么？说呀。或许是杨喜贞的辞官有迅雷不及掩耳般的离京，下落不明，才令顺贵一时糊涂。倘若杨喜贞仍在，万万出不了这种事情。杨喜贞他是自愿辞官离开京城的，我还挽留过他来着。我已经尽力了，又不是我撵他走的。顺贵却大逆不道，非拼上自己的性命要我死，这岂不是不分青红皂白？这不是冤枉好人吗？那是，此事原本就与皇额娘无关，是顺贵这糊涂人擅作主张，自行其事，他是死有余辜。那可不，这擅作主张的人呐，简直多了去了。顺贵果然是糊涂，我都要退隐了，还能管得了谁呀？皇额娘就算退隐前居，儿臣还是会请皇额娘时时耳提面命，时时教导。我方才意思指的是顺贵的所作所为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用不着急着表白。老佛爷，奴才大胆插句嘴，这事儿啊，您就让万岁爷去查吧。老佛爷，您是不是该进药了？皇额娘放心，儿臣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查个水落石出，给皇额娘一个交代。我还不如死了，让我自个儿去问问顺贵，究竟是谁这么狠心要我死，还要我死的粉身碎骨不得全尸。他心也太狠了，我为大清操劳一辈子，
连寿终正寝都不让。皇上为何如此不安？皇太后话中有话，认定沈贵背后一定有人指使。朕忍不住，就暗讽皇太后知道师父遇害的内情。朕跟皇太后说话的时候，背上感到一股寒气，就是极锐利的刀锋散发出的一股寒气。朕非常害怕，莫名其妙的害怕，从小到大挥之不去的害怕。臣也一直不明白，满朝文武精明强干的那么多，为什么都害怕太后？况且国有国法，皇太后又能怎么样？说到底，她不过是个女子，一个据说爱美、爱玩、有一点任性的女子罢了。你的据说，只是皇太后众多面相中其中的一面。为什么那么多的人怕她？是因为她不是一个平常的人，更不是一个平常的女人，所以不能按照平常人的想法去测度她。文秀，你知道瞎子摸象的典故吗？几个瞎子摸象，摸到鼻子的以为象是长的，摸到尾巴的就以为象是细的。皇太后就是那只象，她让人摸不全，摸不透。就算是朕从小在她身边长大，亲如母子，可还是会莫名的觉得害怕。真正的母子不该是这样的。说句大不敬的话，太后并不懂得如何做一个真正的母亲。一个真正的母亲会信任自己的儿子，还有也应该做到值得儿子信任。文秀，你说，皇太后会不会怀疑顺贵背后的主使就是朕？这不奇怪，就像皇上不也怀疑谋害微臣岳父的人是皇太后？什么味儿啊？这是？您甭管这是什么味儿，这个呀，听说是一种西洋的草药，叫薰衣草，是帮助人睡眠的。老佛爷，您看看吧。奴才是认为，老佛爷这2天
肯定睡得不怎么好。我的脾气啊，还是闺女你最清楚。打出事以后，我没一晚睡得好，翻来覆去的想心事，像走马灯似的停不下来。老佛爷，您别不高兴了，这香水挺好闻的，你要不要再试试看？来。哎呦，我的老祖宗，您别在那儿瞎琢磨了。您福大命大，谁也害不了您的。哦，对了，外国新闻纸都怎么说？那些外国的新闻纸自然是说皇太后您化险为夷，而且还说皇上仁慈，说没有降罪于顺贵的家属，像古时候那样株连九族。那是啊，皇帝对顺贵自然得仁慈了。我知道您怀疑皇上，所以女儿很认真地追查过，甚至追查到了帮顺贵做炸弹的那几个人。那到底是谁呀？就是北洋海军退下的几个卸甲归田的老兵，根本都吓破胆了。您就甭过问是谁了，他们当时也并不知道顺贵做这些炸弹的意图，现在早就跑没影了。总而言之吧，女儿认为谋刺就是顺贵的个人行动，没有什么幕后主使。你能够肯定吗？肯定自然是不敢，但是女儿却是很认真地查过。我担心的是对手太狡猾、太阴险。我历经3朝，遭遇多少风暴，要是轻易相信别人，我早不知道死多少回了。要想不死在他们手里，你必须牢记一句话：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你明白吗？唉，说也奇怪，我夜夜难以入睡，不得安眠，可反倒觉得精神比前一阵好多了。也许您不怕敌人，怕的是没有敌人。哼，你这机灵鬼儿！皇额娘，这么个活法太累了，女儿心疼你。40年来，我只学会这一种活法，只要我活着一天，就绝不让人欺我、辱我、害我。是这种活法，让我能够活到今天。我不害怕任何敌人，我也不害怕没有了敌人。我怕的是分明有敌人，而我却不知道。你说说，好不容易决心要走，居然走不了。是天意吧？老佛爷，别走了。天意如此，圣意未必如此。该走的人依然要走。老佛爷，夜深了，回去吧。回去也睡不着啊，待会儿吧。记不记得出宫前晚，我们聊了半宿，我没把谋害之说当回事儿。奴才记得。
我真可笑啊！太多的自信足以使人盲目。我还得意洋洋说我是揣着明白装糊涂，其实呢，我才是真糊涂，糊涂的不能再糊涂了。伤口疼了？奴才没事儿。我放你几天假，你出去安安静静的养几天吧。啊！谢老佛爷恩典。你看，那就是卯绣。哦，卯绣，我听过。钦天监的人曾来进讲，说古人将卯绣视为一件美丽的首饰，象征着无穷无尽的幸福和财富。他们还说我是罕见的卯绣作命的女子呢。啊，我也……有话怎么不说呀？没有，奴才没说什么。那卯绣作命又如何呢？卯绣作命的女子多是秀丽的美人，可是性格却十分的刚烈。她的能力和胆识都胜过一般的男子。我可不能辜负了我的天性，这是我的命啊！倘若面对敌人刀剑的那一刻，我会跪下求饶，那我就不是我了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